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3月25号，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空间、直播频道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到下午1点，只有30分钟。周二、周四的直播只有30分钟。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现在这个标普大盘。大家提问的时候，请把股票的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。现在这个大盘呢，昨天一根大阳线，涨了1.76%，对吧？我们在上周直播的时候已经说了，特朗普的3板斧已经砍完了，不能够还能比这个再坏吗？对吧？他的招数市场已经了解了。现在所有的波动都源于特朗普，从6147跌到5054，跌了一周，对吧？跌了一周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跌了一周，它这个6147跌到5504，全部是因为特朗普的一个反复无常造成的市场，不确定性非常高。但是有意思的就是，经过了基本上跌了1个月吧。经过这1个月的这个震荡，市场现在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反而成了最大的确定性，对吧？它不确定性才是正常的。那么市场已经知道了，所以说3板斧也卡完了，不确定性也确定了，那么市场可不就是要涨吗？对吧？那么，在上周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时候已经分析过这个，尤其是下面做了一个小中枢的时候，我一直说开始出现这种回撤，你要买回来这种状态。那么在昨天一个开盘大涨，昨天指数是涨了1.76%，对吧？我现在还是这个慢涨的这个节奏，就是它能爬到目前看这个5900，能不能够爬到5900这个位置？以这个因为这周啊，礼拜五的话还有一个这个PCE 数据，看一下这个 PCE 数据，因为这个在 PCE 数之前的话，其他也有一些，但是都不太重要。看能不能在 PCE 数据之前爬到 0.5， 对吧？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节奏。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，它现在是有进入段，有中枢震荡，有离开，所以说这个结构是都有了。但是呢，离开现在跟进入段比较的话，现在有点背驰了。它这个等比例在5801，现在是没到等比例，已经出现顶分型了，对吧？现在这个，而且它的这个次级别的话是有2个小中枢了。你会发现，在本周期看，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在1小时上看，怎么看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有没有中枢呢？就是看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。这里明显有2堆 K 线在这并排，说明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级别，是有2个小中枢了，所以说它这个结构是饱满了呀。进入段一个中枢大 A， 第2个中枢大 B， 然后又打了高点，所以说这个结构是相对饱满，现在是出现回撤，回撤就看能不能回来。如果说要回来的话，就是继续中枢震荡；如果说不能回来，那就是3买，对吧？但现在它离得并不远，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，从这个起涨点5603，如果说要回来的话，那可能就要踩一下120均线了，踩到这儿，对吧？我踩到这儿的话，还是要到 0.5 了，也就是回撤的 0.5 的位置。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说你手里在昨天已经涨了很多了，这个位置应该减一减了，对吧？把你的机动仓卖一卖，机动仓卖一卖，然后等待这笔回落结束。这笔回落，看它是一个小3买，还是说要回到中枢里面来，然后再买回来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节奏是对的，先卖后买。在上面的话是先卖后买，
在下面的话是先买后卖，这个是有区别的，对吧？不要搞错这个节奏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个标普，我们就盯着1小时那个中枢就好了。那么，日线上现在也是上到了这个200天均线，对吧？其实这无所谓的，能站上去。你要说要按传统理论，有效站上一个均线的话，需要3天的收盘价，在这个上面才说有效站上。现在是只有2天，今天还没收盘呢，对吧？所以说，200天能收上去最好了，收不上去的话，可能要回到1小时这个中枢在这震一震，然后再往上走。你只要不出现快速杀掉，首先不出现快速回拉到中枢里面来，然后一个这样走的节奏就没有问题，就不用那个胆战心惊的。它只要不出现这种快节奏的往下走的话都没有关系。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。大家可以提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。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说一下，你们现在没有提问上来，我就先说一下现在市场上动能比较强的，先说一下特斯拉吧。特斯拉昨天是涨了11.93%，是比较亮眼的，现在是市场中最靓的仔，是不是？好多人是不是这个不知道昨天这个大涨让很多人是不是追涨进去了，还是说踏空了？如果说你是追涨进去的话，那说明你这个节奏是有问题的，没有一直跟踪下来。无论是特斯拉也好，还是标普也好，还是什么其他的也好，如果说你是追涨上来的，那说明你的系统是有问题的。那么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特斯拉，我看有朋友提问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一下特斯拉说完。特斯拉这个昨天是涨了11%点多，对吧？但是特斯拉这个小周期是出现变化的，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。1小时上，我之前给大家说过，这有一个小中枢在下边，但是现在它刚好是顶到了这个200均线，也就是200小时均线，刚好顶到这个位置了。如果说你手里有的话，可以先捡一捡。虽然说它这个小周期上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没背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。刚好是顶到了 1.618，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，它没有背驰，是到 1.618 了。但是呢，它的内部相对的挺饱满的，有3个小中枢。所以说，这也为什么它现在开始上涨有点没有那么动能没有那么强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次级别这段的次级别有3个小中枢了。你去5分钟上看，有3个小中枢。所以说呀，如果说从这个中枢下面开始买上来的，那么这个位置你要捡一捡了，等待跟刚才那个标普一样，看它这笔回落，这笔回落回不来的话还是300，回来的话就是继续中枢震荡，对吧？但是因为它现在这段没背驰，因为这段在1小时上是没有背驰的，大概率是给一个300，给一个300之后，然后再往上走。这就是在1小时上，但是日线上我们要盯着一个位置，就是这个352.1。看这段它往上冲的时候，看能不能先冲到120天，那就会碰到352.1。碰到之后，看看是不是要形成反向中枢之后再回来给一个2买再上去，对吧？所以说结合1小时和这个日线2个周期来操作，你这样的话就不会乱。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。我们看一下大家提问，时间不多了，先看一下他问的这个 Robinhood。Robinhood 上周。这个叫丁朋友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？上周我们可能分析过这个图形的结构，还都在这儿。这是它的1小时的一个结构，然后它的周线上是，周线上回撤够比，这个又出现了一个周线的底分型，对吧？现在是出现周线底分型，那么周线底分型。出现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上能不能够形成一笔的反弹，对吧？底分型形成之后，也可以形成一个中继的继续下跌。所以说你2个方向都要看，看一下日线上。目前这笔反弹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我们把它先清掉，相当于有2次反弹了。但是呢，这里也可以再做一个反向中枢，也就是做一个日线的反向中枢也可以。那么如果说要做日线反向中枢的话，那就弱了，
对吧？它可以继续往下走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它这个上涨这段现在上涨这段你还不能说它结束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，看一下我们上次应该分析过它的次级别，看一下，下面有一个中枢，还给了一个300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，我说打了高点之后再看有没有背驰，记不记得我当时你问这个Robinhood 的时候，我给到的一个分析？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，它就在这个位置。我说它必须要出现背驰之后，突破前面的小高点之后，你看看有没有背驰，你可以减一减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突破这个高点就卖，或者说就减也没有问题，就是少赚多赚而已。你只要赚的话，你卖的时候就可以大胆一点。那么它是出现这种，在昨天又出现一个跳空缺口，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3段有没有背驰，就是从这个进入段。哦，它这个回撤这笔是不够的，当时可能是分析的时候比较急，这段它的回撤是不够，只有4根 K 线。那么的话，这样的话，那就是结构就不一样了。我重新画一下，当时可能是上一次分析这个的时候时间比较急，我把这个1小时让给它重新画一下，这是一笔上，然后一笔下可以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回撤不够笔，那就是一个浪形的一个模式。就是在1小时上，它现在是一个5浪，1、2、3、4、5。当时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第5浪的一个结构，对吧？它现在回不来的话，可以是6，然后有7，所以说就看它这个回落的这个状态。先看一下它现在潜在的这些位置，对吧？你如果说手里已经减过了，因为它又有次级别2个中枢。很明显的次级别2个中枢，现在又有顶分型了，你就等，最好是先减一点机动仓，等待这次回落，看它能够回落到哪个位置。到这些位置之后，比较容易得到支撑。不是说黄金分割或者说斐波那契这些工具有多好用或者多魔法，不是的，而是说它到了这些位置之后更容易得到支撑，更容易出现底分型，对吧？我们是借用这个位置，有点像取巧了，或者说比较懒了。对吧？你要如果说不愿意盯盘的话，你可以挂单也可以，这就是一个便利法门。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它的内部结构，你一定要观察它这个回落这段的内部结构去，不要说盯着这些，它可以完全打掉这个位置继续往下走的。所以说斐波那契怎么用的话，不是在斐波那契，而是说在它回落的这段结构里面，对吧？所以说到了这些位置可以再买回来，也就是说它这段没结束。它这段上涨没结束呢，你可以先做这段，那么意味着日线上这一笔没结束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就先做1小时上，看到什么时候出现，什么时候结束呢？3卖，出现3卖的时候它就结束了，它就会这段出现一个，比如说出现一个3卖，也就是这种结构的时候，这是3卖。但出现3卖的时候，可能这个你想跑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损失一些利润。出现2卖的时候，先减一减。如果说它在做中枢的话，也可以往上走，也可以，对吧？那就会出现3买，所以说灵活一点，跟得住就好了。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，也是上次问的，这个是减肥药那个，减肥药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小的公司开始做减肥药，因为减肥药现在是竞争是比较激烈呀，大的利润可能都被这个诺和诺德和这个艾利利给吃掉了。但是现在这些小公司也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，这个市场可能够大吧，能够容纳更多的公司进来参与。那么它这个是31.01、31.02，刚好是这个最低点。那么现在这里也是跟刚才那个结构很像，跟刚才那个 Robinhood 很像，这里也是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反向中枢了。这个就明显比那个弱，你发现没有？这段明显比刚才那个 Robinhood 那段弱，所以说它这段有希望就结束了。有的话先减一减，等待它再次回落，这样的话就会有进入段、有中枢、有离开段。那么这个离开段一定不能够说快速往下走，或者说空间比前面那个大。空间比前面大的话，就会不被持，在下面再做中枢，对吧？可以再打离开。所以说这个位置先减，等待它回落之后。也可以说它回落之后不跌破这个31.01，给一个2买，然后往上走也可以。
所以说这个位置你要先减一点。看一下李琴朋友问的这个 Palantir 的话，这波反弹也是挺猛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跟下来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先看一下这个反弹的从最高点125.41反弹下来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力度。先测一下黄金分割，已经到了0.382和0.5之间了，它这个反弹。那么到了这个之间，看一下这个它的内部结构，就是说内部饱不饱满，结构充不充分，调整的充不充分，是不是有希望要结束？这是为什么我们要2个周期看。这是我们之前测的，先把它清掉，然后重新说一下。这是之前有过一次回落，然后又上去了。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出没出现3买，也就是这个回落的价格是不是进入到中枢里面来了。84.46，这个中枢的上沿在84.55，刚好回来了。这个位置刚好回到中枢里面来了，然后还踩到了120小时均线。这个机构这帮机构玩的太牛了，卡着位置往里砸的。如果说你刚好挂单挂在了84.55，刚好买到这个位置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到这个基本上算是极限位置，买到这个下影线里面，那就说明你的技术过关了呀，对吧？刚好是回到中枢，又是在120小时均线这个交叉的位置，这个是双系统验证的，相当于什么叫双系统验证呢？就是一个是均线系统，一个是我们的缠论中枢系统，两个系统的位置在同一个位置，中枢的上沿也在这个84.55附近，这个120小时也在这个位置，双系统验证，这个位置是非常牛的。如果说你能抓住这个位置的话，那么你的进场的价位非常牛，你的心理上也非常的舒坦，买了就涨，对吧？什么是最爽？买了就涨，卖了就跌，这是最爽的。那么买了之后，因为它没有出现3卖，针对这个小中枢还没有出现3卖，1、2、3、4、5都在中枢震荡，然后又上去了。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有没有背驰。已经没有背驰了，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等比例，好像有一个重叠的，我们把它清掉。等比例在94.43，它现在在94.43之上，说明这个离开段没有背驰，没有背驰也能回落，对吧？是说明它的次级别内部相对饱满了。你看它这里2堆，我跟大家讲过的简单办法，出现2堆，然后再打一个小高点，你就可以慢一点，先减一点，然后等待这个回落就好了。等待回落，回不来。还是3买，还可以有高点，对吧？那你就可以反向测一下这个回落的潜在的位置嘛。看看这些位置，哎，刚好200均在这个0.382附近，所以说不要着急，对吧？先等它回来够比之后再看位置，它也可以不到这个200均或者说0.382，它可以直接回落够比，很浅的，然后直接上去也可以的，那说明它更强势啊，对吧？不到这个位置说明更强。到了的话，跟这个一比较的话，你就知道谁强谁弱了。好的，看一下这个 HyperPie 朋友问的 LUMN， 这个 Luminant Technology， 我记得好像看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做电池的吧，还是做什么的？做锂电池的还是做什么的一个公司？之前搂过一眼，但是它这个，我们看它这个图形，从49、50吧，50跌到5块钱，这个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。然后图形上，上面做了一个大顶啊，上面这里套了无数人，对吧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顶，然后现在回来，什么时候能结束呢？基本上要在这里再做第2个之后，有可能再打一个低点才能结束整个的，就是它这个上面可能套了无数人。那么这个是最低点0.78，我们从这个价格看一下。上涨这段有没有希望出现一些什么结构？所以说要从看图形的时候，一定是从高看到低，一定是大周期看到小周期，你这样才有一个全局的结构，对吧？你不可能上来就看5分钟，看15分钟，那样的话你都可能一团乱麻呀。你只有从大看到小，才能知道它是在做什么的，对吧？你是说做电信的是吧？哦。那就从这个价格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做电信的这个，月线上一笔上一笔下，对吧？然后周线上应该有点结构了，周线上在这里做了一个小中枢，
们看一下周线这个中枢，这个刚好回落够笔，周线上做了一个小中枢。这个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，那么突破中枢的时候就可以往上上了。但是这个需要这个跟盘了，对吧？你不跟踪它的话，你是发现它的时候可能它已经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用突破交易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突破这个非常强势突破的时候就可以买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突破交易，因为它在这里震了好久，震了能有1-2个月，或者说半年吧，在这里震了半年。所以说你如果说一直跟踪它，发现尤其是发现，其实如果说我们用缠论的话是买在哪儿呢？我们用缠论的话是买在这儿，对吧？因为它回落之后，它有盘整背驰了，你在这个位置就开始买了，因为它以0.7801作为一个防守位的话，只要不跌破0.7801，你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以0.7801下面一点点做这个止损。这个位置肯定要尝试进呢，因为它是3段嘛，3段构成中枢之后有盘整背驰，这个位置肯定要尝试，对吧？那么你是进在这儿，你不是去买突破。缠论是什么时候买突破呢？就是这个力度，它的次级别的力度一定要强，没有背驰才能买突破，所以说这是有区别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，当时这个位置你看非常强的，它当时突破的这个是涨了 9.6%， 第二天涨了 37% 啊，涨到 9.6% 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位置已经突破了这个中枢上沿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要学了缠论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去追的，起码是在底部你就在这些位置就已经开始进了，慢慢跟到这个位置，你发现突破它的时候又这么强，那我肯定多拿一拿呀。中枢震荡策略不是说突破的中枢我就卖，它是突破弱的时候、衰竭的时候我才开始减仓，我才开始卖。它强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多拿一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要非常的一根筋的操作，就是说觉得哎呀这个他说了上面中枢震荡，上面就卖，下面就买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很多事情很多人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说不是那么简单那么教条的，要灵活一点，然后要根据当下的情况来分析。当下强我就多拿一拿，当下弱我就先减一点，就这么点事儿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它这个结构，因为周线上它只有一个中枢，现在回落的话还是3买。我们看一下它回落的这个位置，刚好是挂到了 0.618， 你看挂的多准，挂到 0.618 上了。所以这个位置有希望结束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，在日线上的话，从最高点我们把它的结构给它清一下，画一下。这里的话其实是可以有一个中枢的，虽然说有一笔是有包含关系，我们先把它画成中枢，看一下这种结果之后会有什么变化。然后到这里，然后到这里，对吧？这里是有一个可以画成一个日线中枢，所以说它还没有脱离这个日线中枢。然后现在有潜在的2买了，潜在的2买，如果说这是1买的话，这个左侧的结构也挺饱满，有进入段，有离开段，进入段，离开段，比较有背驰，对吧？明显 MACD 有背驰，所以这个2买这个位置，你可以等待一个什么呢？等待一个更这个位置不能跌破。首先这个 4.20 不能跌破，跌破它的话，有可能要走离开段，可能就调整就深了，对吧？所以 4.20 肯定是不能跌破，跌破 4.20 的话，你要出来，先出来，因为你不知道下面的空间有多大，它可以一直往下砸的，对吧？没有人说 4.20 就一定扛得住，所以 4.20 就是你的防守位，一定要先想好你能不能够承受跌破 4.20。你如果说跌破 4.20 不出来的话，下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说承受不了的话，就 4.20 先出来，跌破以后先止损出来，对吧？不跌破 4.20， 这就是一个2买。那么什么时候进呢？最好是等它，比如说给一个这个底分型，给一个日线上给一个底分型，更保险一点。所以这个位置不要急着往里进，等它出现底分型之后再这个尝试。如果说跌破了 4.20， 但是力度不够强，也就是说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有背驰的话，还是可以进，这就变成了新的1买了。这就变成了新的1买，也就是类似这个位置，你还可以进它，它也是可以一个反弹回到中枢。或者说不回到中枢，那就是3卖，然后再下来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位置先不要往里抢，等待这个位置走踏实了。
它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关键的，刚好是在零轴这个趴在零轴的位置，可上可下，明显的一个可上可下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它也是5月份可能在5月份出财报，但是不一定。所以这个图形的话，这个整体结构从周线上来看还不错。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，起码能够给到一笔反弹吧，甚至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，然后再结束这波上涨。就是它的图形没结束，但是最好不要跌破这个位置，跌破的话可能就深了。那下面，这个现在价格到中枢的话，59%、60%太大了，对吧？空间太大。如果说，所以说这个位置一定不能跌破，跌破之后你就先出来。这个4.55这个位置作为你的防守。好的，那么还有4分钟时间，特斯拉这个 Tomalex 问特斯拉和英伟达，但是特斯拉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，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录播，就是一会儿等我们结束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重播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英伟达，英伟达的话。图形上结构也是它这个反弹，它这个反弹比其他都早。你看到没有？英伟达这个反弹很早就成了一笔了，它很早就成了一笔反弹，但是一直没有突破这个122.74。它在1小时上是有中枢的，我们把它看一下1小时上，1小时上这个中枢有结构，我们把它补出来。所以你现在操作的话，就是以1小时这个中枢来操作。上去又下来，然后这里有希望再形成新的一笔，对吧？在没有脱离这个1小时的这个结构，最好是能够快速往上走，然后突破122.47。但是呢，因为它的进入段太强了，进入段走的太强，这个离开段如果说不够强的话，就很容易背驰。背驰的话，再回来再测试，回不来还是3买再高点，回来的话就继续中枢震。所以说它现在走的偏弱。就是英伟达相对来说没有脱离这个区间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均线，如果说能够突到200均的话，刚好是在前高附近，对吧？这个位置到前高，这个200均肯定是一个考验，站不上去的话就会再下来。所以说英伟达短期来看的话，它的这个震荡空间比较窄，所以说可做的想做短线的话，它的空间比较窄。所以说你能做的有限，整体来讲的话，它这个位置不能突到，你看它现在是正好在看一下裸 K， 它刚好在200均和120均之间，就这么一个位置，它在这震荡，所以说可操作的不多吧，看你能不能够盯盘了，如果能盯的话还可以做一做，毕竟基本面没问题的话，这个做技术的话，你就可以大胆一点，对吧？这是这个英伟达，那么当然最强的就是往上冲了，日线上再能冲到 0.5 或者说 0.618， 但是还是回不去，回不去的话还会有一个2买，但是就快到财报季了，财报季的话它比较晚，是5月28，所以大周期的话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大周期有底分型了，大周期英伟达出现底分型了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。那么这个位置就是104.77，就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防守位了，只要这能防住的话，就会周线上就会给一笔，其实就是在这里做中枢了，周线上看能不能够做一个中枢出来，因为从这个 10.18 上来之后啊，周线上还没中枢呢，就在这里做一个大中枢之后，看看能不能够再次上去。还有一种就是给一笔反弹了，但是走反向，那就会从153这个位置断开，一个1、2、3、4、5结束，右侧的话看它是一个走3浪还是走5浪，还是做中枢，还是做2个中枢，就不一定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一笔是肯定会给到的，就这一笔如果给到之后，要注意这个周线的大二脉，周线的大二脉这个位置一定要减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强势的突破，这个再次突破153。现在看，想在这里做中枢之后突破目前的基本面，或者现在整体，除非是英伟达自身，或者说这些，因为它现在跟数据中心的它的收入啊，跟数据中心关联度特别高，但是呢，
因为这个 DeepSeek 这个事儿出来之后，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模型又出来了，什么 Agent，都在说啊，我的需求量可能没有那么高了，那么数据中心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需求，但是马上要财报了，对吧？就所以说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财报就对英伟达其实来说就比较重要了，因为他们会披露他们的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方面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到了这个美东时间1点了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周四直播再见。